只因辣椒炒肉中出现了一根香菜，老婆就把我赶出了家门。你不知道我的网名是不吃香菜吗？说着，他掀翻了饭桌，一地狼藉。寒风料峭，我在家门外被冻了半宿。女儿打开门，把花园外的狗牵了进去。谁让你惹妈妈生气？活该你被赶出家门。隔壁王叔叔可不会像你这么粗心。女儿留给我一个冷漠的背影，在我面前砰的一声把门关上，我心里发寒。女儿琳琳和她妈妈江曼一样，捂不热的石头，永远不会对我心软。我深呼口气，抬脚走出了这个生活了5年的家。江曼这些年事业上很成功，买的别墅在郊区，不好打车。等我走到市区时，天都亮了。幸好被赶出来的时候带了手机，才不至于流落街头。身上疲累至极，找了个小旅馆就住了下来。醒来的时候已经天黑了，我感觉喉咙很干，有些发热，知道这是发烧了。点了退烧药的外卖，又下单了一个充电器。吃完退烧药之后，又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。一觉醒来，感觉好了很多，却发现手机没电了。开机的时候，江曼的未接电话和消息已经刷屏了，期间还有几个琳琳的。下一秒，江曼的电话再次打来。喂，周康，你真是够了，这2天都跑哪儿去了？找你找不见，我和琳琳都吃2天外卖了，还有餐厅都臭了，也不见你回来收拾，赶紧给我滚回来！你明知道元旦我给家里阿姨都放假了，还故意玩失踪，你故意给我上眼药是吧？江曼，我们分手吧。真是可笑，5年了，连女儿都有了，可江曼却迟迟不肯跟我领证。我孩子都给你生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告诉你别得寸进尺。我知道那晚不仅仅是因为一根香菜，更多的是给我的警告。前3天，我看到江曼和她的竹马王平在一块吃饭，晚上回家我就提出领结婚证，她依旧不同意，还因此和我吵了一架，冷战了好几天。那晚也不只是我们3口团圆，也是我想向她道歉，可谁知她根本不买账，就着一根香菜就对我发难，无非是想让我认清自己的身份罢了。好，我认清了，以后不会再上赶着犯贱了。江曼却浑不在意，女儿都5岁了，还跟我提分手，她没有一个完整的家，以后心理出问题。心疼的还不是你？不会心疼，他也不会出问题，就是通知你一声，分手了，女儿归你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，狠狠地吐出一口浊气。说出分手的那刻，感觉浑身都轻松了，以后不用再围着他们母女转，也不用再时刻担心会惹他们不开心。刚挂完江曼的电话，女儿的电话就进来了。你真的要和妈妈分开了吗？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们了。爸爸走了，王叔叔会来给我当新爸爸吗？他什么时候来啊？女儿不愿意认我，我比谁都心痛。我自嘲笑笑，挂断了电话，手机里没多少钱了，得赶紧找份工作才行。我联系以前的朋友，想找份工作。李放一来就狂喝了一杯水，然后问我，要不你去试试做男保姆吧，反正你有5年的经验，把你女儿又照顾得那么好，而且现在小孩难管，找一个诚信的保姆可难。可以是可以，但这得去哪儿找啊？我这儿正好有个单亲妈妈，孩子5岁。要不你去试试。我跟着李放来到了客户家里，是在一个高档小区里。李放敲开门，是一个小女孩开的门，看到我们一脸不耐烦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天天来烦不烦啊？佳慧，都跟你说了，和李叔叔说话客气点啊。这位是来你家应聘男保姆，他有5年带娃经验，特别有耐心，包把佳慧照顾好的。那快进来，我跟你说说佳慧的情况。最重要的是让她吃饭，这孩子挑食得很。要是行的话，现在就开始吧。于丽期待地看着我，有工作，我当然开心，连声应下。于丽说让我住家，一开始我还推脱，但她说自己不常在家，都是把女儿带去公司，找了好几任保姆，都被佳慧用各种手段赶跑了。要是我能住家，她也能轻松些。见我迟疑，于丽笑着说：“你是李放的朋友，我放心你了。同样，你也可以放心我。”工资肯定按时开，我这才点头同意。佳慧确实很活泼，每天像是有用不完的牛劲，这和琳琳完全不一样。琳琳就像个小大人一样，内敛沉稳，每天抱着书看。曾经我一度怀疑她得了孤独症。喂，我要吃小猫饼干，你给我做。佳慧背后像是藏着什么东西。还要吃什么？这是给你的，谢谢你给我做好吃的。说完塞进我怀里就跑了。我失笑，这皮孩子。最后惆怅，我每天都陪伴琳琳，别说什么小礼物了，就连一句好话，一个好脸都见不到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反正以后是不会回去了。我端着小猫饼干出来的时候，佳慧已经洗好手，坐在餐桌上了。她捏起一块饼干就要往嘴里送，我急忙拦下。等等再吃，小心烫嘴啊。佳慧不满地撇撇嘴。那你不能放凉了给我吃吗？害得我现在能看不能吃。你可以吹吹再吃，但要少吃一点。留着肚子吃晚饭。今天我新研究出一样点心。闻言，佳慧囫囵吃了一个饼干，抬起头，眼神亮晶晶地看着我，示意我快点把晚餐端上来。于丽今天罕见地回来得很早，一进门就说：“好香啊，佳慧，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？”佳慧坐在餐桌上专心吃饭，正吃着呢。你吃晚饭了吗？一声咕咕咕的声音响起，于丽尴尬地看我笑笑。佳慧把饭粒吃得满脸都是，开心笑着：“妈妈，快来吃，
周叔叔做饭可好吃了。我问好他的忌口之后，做了一荤一素2个炒菜，母女俩一起吃饭，欢声笑语。于丽时不时和佳慧聊天，甚至因为一块馒头抢了起来。妈妈，你欺负人，那是周叔叔给我做的，那2个是你的，你别抢我的。那你还吃我的呢？我不管，这块馒头是我的。我在厨房收拾残局，听到这儿忍不住轻笑。这样的场景从未出现在江曼和琳琳身上，母女俩都是各做各的，对我的照顾也都是挑剔和指责。琳琳只会嫌弃我做的小动物饼干。喂，这个好幼稚啊！你能不能不要做这样的啊？王叔叔说我是大孩子，早就不吃这样的了。江曼就坐在一边，丝毫不理会，还会皱着眉头挑起一筷子菜。这个咸了，我在减肥，下顿做点清淡的。吃完晚饭后，于丽就去书房办公了，还客气的麻烦我照顾下佳慧。我陪着佳慧坐在沙发上看绘本，讲故事逗她开心。他们好可怜，还要自己去找妈妈。幸好我不用自己去找妈妈。我这么小一个孩子，万一被坏人抓走怎么办啊？我失笑，小年纪，警惕意识还挺高的。看了1个小时绘本，我提议看会儿动画片，他歪着脑袋想了想，表情挣扎，然后义正辞严的拒绝。不要看，我们班上的琳琳可厉害了，每次都能得到小红花。我要多看书，也像她那么厉害。我微冷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发，而且你还小，强行让自己看太多书也不好。佳慧睁着大眼睛看我。对啊，而且你今天已经学习了拼音和汉字，还额外看了1个小时绘本，很棒了，该放松一会儿了。那好吧，就看一会儿动画片。中途江曼给我打了1次电话。这次你真过分了，赶紧回家，家里热水器坏了都没人修。还有今天琳琳放学你也没去接，还是老师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。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从你把我关在门外，不顾我死活开始，我们就分手了。以后也不会再有人对你管这管那了，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说完就挂了电话，就像以前江曼挂我的电话一样。挂完电话，江曼还不消停，疯狂给我发消息。周康，你真狠，自己的女儿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你还是人吗你？你要是再不回来，以后都别想见女儿了。以前要是看到这些话，我肯定会伤心难过，再去做一些事情去讨好母女俩。但这次我不会了，从他们把我关在门外不闻不问开始，我就死心了。什么亲生女儿、原配妻子，全都不重要了，好好呵护自己，取悦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关上手机，没再理会。第2天去接佳慧放学的时候，碰见了江曼。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别想见女儿。琳琳没有你这样的爸爸。知不知道这几天琳琳都饿瘦了，而你却在外面逍遥快活，现在想来挽回女儿，门都没有。周围家长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，我忍无可忍回怼他。所以这些天，你都没管琳琳，由着她饿着，你是怎么当妈的？想把我冻死在外面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是琳琳的爸爸？有没有想过她会伤心，就会拿孩子当挡箭牌，当武器？我看你这个妈还是别当的好。江曼没想到我会当众驳她的脸面，一时语塞，干站在那里等着孩子出来。佳慧背着小书包向我跑过来，一下子扑进我怀里，欢快地问我：周叔叔，今天有没有做玫瑰糕？好想吃啊！小馋猫儿都做了，还榨了果汁，一会儿回家把它们都吃光好不好？江曼手边牵着琳琳不悦道：周康，你出轨了，还有个这么大的孩子。我白了他一眼，别瞎说，这是我雇主家的女儿。原来这几天你去找工作了，回家来吧。干什么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？琳琳需要爸爸。琳琳对着我轻哼一声，佳慧搂住我的脖子，小声问道：周叔叔，你要走了吗？看着他忐忑的样子，我心一下子软了。江曼，我们又没领证，你老缠着我真的没意思。而且我走了，正好可以让王平住进来，这不就是你们母女一直盼望？说完我就带着佳慧走了，也许是我那天的话有作用了，好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来烦我。几天之后，幼儿园有一次亲子手工日，邀请家长一起去，于丽麻烦我去一趟，她实在是抽不出空，还额外给了我一笔奖金。佳慧在门口探出头，期待地看着我。那天我去的时候，被琳琳拦在门口，她张开双臂：我没叫你来，今天是王叔叔陪我，你快走吧，老师只给我们设置了1个座位，你要是来了，王叔叔就没位置坐了。话音刚落，王平就来了，对我抱歉笑笑，眼里闪着得意。抱歉啊，周哥，慢慢让我来一趟。这时佳慧从教室走出来，非常开心地快走过来。周叔叔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快进去吧。我以前从没参加过这样的活动，琳琳从来不叫我，估计以前都是王平来的吧。这次倒是沾了佳慧的光，让我的人生又多了一项体验。我和佳慧一起做了一个立体的海绵宝宝，还得到了老师的赞扬。谁知琳琳却大步走过来，抢走了海绵宝宝，小脸上都是怒意。这是我爸爸做出来的，就是我的，该被夸奖的人是我。佳慧不知所措地看着我，王平脸上闪过难堪，低声想把琳琳叫回去，可琳琳性子骄纵，谁都得顺着她才行。老师面色尴尬，来回看着我们。佳慧家长，这……琳琳得意道：这是我爸爸做的，你们该羡慕的人是我。我一下子拿回海绵宝宝，递给佳慧，冷声说：这次我是作为佳慧的家长来参加亲子手工日的，而琳琳，你的家长是王叔叔。
那个小鱼才是你的作品。琳琳一下子不干了，气得抢走佳慧手里的海绵宝宝，扔在地上，一脚踩在上面。你是我爸爸，你的东西也是我的，让你不给我！够了！我一把推开他，捡起被踩坏的海绵宝宝。我之前就是这么叫你欺负同学的吗？琳琳呆呆地看着我，哇的一下哭了起来，大概是受不了落差吧。以前我连重话都舍不得说他一句，我烦躁的不行。这孩子真是被惯坏了。佳慧要哭不哭的看着那个被踩扁的海绵宝宝，我轻轻抱住他。对不起，佳慧，是我。他突然上前2步推倒了琳琳。这是我的，你把它踩坏了，必须赔我！场面一下子乱了起来，老师头大的送走了其他家长和孩子，单独留下我们2个孩子还在哭。老师问我们什么情况，我实话实说。王平阴阳怪气道：“自己亲生女儿不管，倒是替别人家孩子操心的很。你不也是爱给人当爹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”王平语塞。最后这件事情不了了之，佳慧还说不要告诉于丽，怕妈妈伤心。我带着佳慧在肯德基吃了饭，安慰她受伤的心情。回到家看到于丽疲惫地靠在沙发上，看到我们回来，疲惫地笑笑。于丽把佳慧支回房间，跟我说佳慧的亲生爸爸来找她了。我试探道：“那我走。”不用，你别走。我和于丽决定带佳慧去游乐场玩。我刚打开门，就看见江曼牵着琳琳站在家门口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皱眉问道。江曼看起来有点憔悴，琳琳也耷拉着脑袋。周康，我和女儿来接你回家。哼，别了，王平看见该吃醋了。而且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以后你们还是别来打扰我了。那琳琳呢？你忍心她做单亲家庭的孩子？那为什么5年你不领结婚证，还不是给王平留着位置？我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琳琳，以后会听你的话，会每天叫你爸爸，你别不要我。
要是以前我就不管不顾的原谅他了，可经过那晚，我是真的被怕了，害怕以后的某一天，这母女俩会真的眼睁睁看我死。我扒拉开他，冷声说：“赡养费也会按时打给你，但我不会回去了。外戚，你王叔叔应该很乐意给你当爸爸，你不是很喜欢他吗？”谁知女儿一下子哭起来。王叔叔一点都不好，他不会做毛毛饼干，也不会陪我看书，他只会给我做泡面，那一点都不好吃。我想吃你做的饭了。江满蹙眉看我，周康，琳琳是你女儿，你忍心看她这样是不是？以前你不是最疼她了吗？他说的对，以前琳琳就是我的眼珠子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心里怕掉了。可我只是想让她叫我爸爸，对我多一点好脸色，这样竟然也成了奢望。就好像我是他们母女养的狗，心情好逗弄两下，心情不好就撇在一边，甚至在大冬天故意将我关在门外，连花园里的狗都知道牵回屋里。我真的对他们失望了。周康，不是下去开车了吗？怎么站在门口？哎，江总怎么来了？他就是你说的结婚对象。是啊，昨天我和周康领完结婚证。这是我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介绍江满，才发现一直以来我们就是糊里糊涂的在一起了。佳慧在我面前转了一个圈，展示着自己的新裙子。爸爸，你看我的新裙子好看吗？你让他叫你爸爸。这是我爸爸，不是你的，你不许叫他爸爸。好了，琳琳，不要在这里大喊大叫，我现在就是佳慧的爸爸。周康，要不今天先不去了吧？你处理一下你的事情。佳慧小脸耷拉下来，我抱起她往楼下走，答应佳慧的就一定要办到，不然我就成小狗了。我带着佳慧去买棉花糖，于丽去排队买票，琳琳跑过来，伸开双臂让我抱她。爸爸，我也要棉花糖。江曼，你是故意的是吧？以前不把我当人，现在看不得我好过，你们母女是不是生来就是克我的？琳琳要哭不哭的看着我，可这一次她没有得到爸爸丝毫的心软和安慰。别再跟着我了。王平不知道为什么也来了，跟在江满母女边上，却得不到两人一丝好脸，就像以前的我一样。不过这些都不是我该关注的，现在佳慧的快乐才是我想守护的。我抱着佳慧坐旋转木马，于丽站在那里给我们拍照，还去找人拍了一张合影，买了3个气球，分别系在我们3人的手腕上。玩累了之后，就去找了一家火锅店吃火锅。江满他们坐在我们那桌的斜对面，淋淋巴巴地望着我，大概是期盼着我像以前那样对她好吧。我看着心烦，提出和于丽换位置，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吃吧。佳慧喝着我带的牛奶，不小心弄到了衣服上，我掏出湿巾给她擦衣服，说不用，佳慧喜欢吃这家。于丽眼神柔和，周康，你要是佳慧的亲生父亲就好了。以后我就是她亲爸爸。我捏了捏佳慧软乎乎的小脸，爸爸。乖女儿，我们佳慧真乖。走出火锅店，江满拦住我，声音疲惫。周康，我们谈谈。于丽带着佳慧说，我去把车开过来。江曼拿出一枚戒指，拉起我的手，想给我戴上。你想结婚？此时我的手上已经有一枚戒指了。我抽回手，冷声道：“江曼，到此为止吧。你也看见了，我现在有自己的家庭了。再闹的话，对你名声也不好。要是再闹的话，他就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了。多讽刺！以前我心心念念想和江曼结婚，可现在我另娶他人，他反倒纠缠不放。江曼那天离开的时候，势在必行地说：周康，你这辈子只能娶我一个人。”我知道他会再闹幺蛾子，但没想到他竟会对佳慧下手。那天我如往常去接佳慧，却迟迟没等到她。江曼威胁我，要是还想见佳慧，现在就跟于丽说离婚。琳琳这时跑出来，扑进我怀里，看起来很高兴。爸爸，你是来接我的吗？佳慧呢？你跟她一个班，她怎么没出来？琳琳心虚的低头不敢看我，我立马报警，然后通知了于丽，推开琳琳狠声说：“江曼，佳慧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”冲进幼儿园找老师，可老师说佳慧跟着琳琳一起走的。老师意识到事情不对，带我去了监控室。好一会儿我才看见琳琳带着佳慧去了后门那儿，然后出来一个人往佳慧嘴里塞了什么，然后佳慧就晕过去了。那人这才抱起佳慧走掉。我立马到佳慧被人带走的那块儿，却发现那里有4条路，根本无从找起。警方很快就来了，并且出动警力找人。于丽哭得不能自已。几个小时之后，警察终于找到了。我扶着于丽到那个地方，佳慧被关在农村的鸡舍里，小小的被扔在草垛上，平时柔顺的头发上沾上了杂草。于丽冲过去把佳慧抱出来，前夫被警察压着出来，我没忍住冲上去，一脚踹在他肚子上。畜生！你竟然还想卖了佳慧，我打死你！警察由着我打了他几拳，才把我拉起来。行了，一会儿打出事了。
万幸的是佳慧没事，被喂的只是普通的安眠药。事情也查清楚了，江曼联系了于丽的前夫，让琳琳把佳慧骗到后门。他们以为只要拿佳慧威胁我，我就会乖乖跟他们回去。于丽这次在家陪了佳慧几天，直到他秘书给他发消息说公司机密泄露，我才知道这才是江曼的真正目的，趁这次机会搞垮于丽，好让他的商业版图再次扩大。我终于想起为什么听到于丽的名字会这么耳熟。江曼曾经跟我提起过，于丽是他的死对头，他总是被于丽压一头，处处都要跟他争个高低。他早就想弄于丽了，这次知道我和于丽结婚，把他刺激的不轻。我给他端来一碗皮蛋瘦肉粥，来吃吧，吃完就去处理公司的事情。佳慧我来看着，你放开手去做就是了。于丽眼神忽地狠厉起来，几下吃完了粥，换了身衣服，拎起包就走了。这段时间，于丽一直都是在公司处理工作，我就在家陪着佳慧。佳慧不记得那天的事情，还问我为什么不能去上幼儿园了，还问我妈妈怎么还不回来，我都含糊过去了。半个月后，江曼给我打电话求到我这儿。周康，你救救我！于丽真的要弄死我，她女儿不是最听你的吗？你救救她好不好？救救我，周康，我可是给你生了个女儿啊！江曼，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，受着吧。琳琳呢？琳琳你也不管了吗？我要是一无所有，她也要跟着我吃苦。我毫不留情地挂断了电话，至今我都心惊。琳琳一个5岁的孩子，竟然做出那样的事情。1周后，江氏彻底垮了。于丽把江曼她前夫、幼儿园一起告上了法庭，而琳琳只能跟我一起生活。我去接她那天，她还挺高兴。爸爸，我又能跟你一起生活了。今晚给我做我最爱吃的那个面条好吗？我是琳琳的生父，就有抚养她的义务，但我不会把她接过去和我一起生活，而是找了一个保姆去照顾她。她看见王平的那刻尖叫出声，爸爸，我不要她。可现在没人会听她的。我女儿佳慧真的很让我头痛，找了很多保姆都没有合适的，直到李放给我介绍了周康。周康确实做得不错，把佳慧收拾得服服帖帖的，我终于可以安心工作了。周康确实是个好父亲，他对佳慧很耐心，做饭很好吃，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给我留一盏灯，然后在厨房给我留饭菜。温热的饭菜下肚的时候，觉得一天的疲惫都值了，心里不可抑制地升起一个念头，一定要留住这个男人。谁会拒绝一个居家型男人呢？我觉得我不会，于是我找借口提了结婚，这样就应该能永远留住他，为我养孩子打理后方了吧。关键是这个男人只认钱，所以我给他开了很高的工资，这样谁都抢不走了。接到佳慧失踪的消息，我心跳都停了几秒，幸好有周康一路上安慰我，让我冷静。陪佳慧的那几天，公司出了问题，心里还在纠结，还是周康鼓励我去收拾那些垃圾。过程虽然辛苦，但好在最后结果是好的。江曼进去后，我主动问起周康琳琳怎么办，他说已经找到了一位保姆，然后会过去看他，向我保证绝不会把他接回家。目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，只能这么办了。毕竟他是琳琳的生父，抚养琳琳是他的义务。自从周康离开之后，江曼对我就没那么热情，就连琳琳也对我爱答不理的。后来我如愿以偿住进江曼家，才知道周康以前多辛苦，要照顾好母女俩的衣食住行，这可真是不小的工程量，更别说还有家务，各种突发状况。江曼母女俩的脾气也没有那么好，刚住进来的几天还行，后来我弄错了江曼参加宴会时穿的衣服，搭配错了首饰，弄错了鞋子，忘记了琳琳的接送时间，做不出好看又好吃的食物，他们对我越来越不耐烦，不停地将我和周康对比。王平，你行不行？周康在的时候根本不会这样。慈善晚宴你让我穿大红色去，你诚心让我出丑是吧？王叔叔，我的作业你为什么没给我装啊？我说了今天要穿裙子不穿裤子，爸爸会给我编头发很好看，你编得好丑。直到我亲身体验了这些，不禁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招惹江曼。我不止一次的冒出离开的念头，可又舍不得荣华富贵。直到江曼入狱了，我毫不犹豫的跑了。